每天坐等特朗普更新，今天唱的又是哪一出呢？此前悄悄豁免部分电子产品后又变卦说是关税类别转移的临时措施，然后放风说周一会公布半导体关税细节。结果呢，全世界等了半天啥也没等到，却又等到了反复，又要暂缓加税了。当地时间14号，特朗普称他正在考虑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关税实施临时豁免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此前特朗普对所有运往美国的汽车征收25%的关税时说的，这可是永久关税啊！目前美国市场上销售的约半数汽车都是进口，25%的关税将使购车成本增加数千美元，销量下滑，甚至导致美国车企大规模裁员。而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，于是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个急刹车。原本以为靠霸主地位、靠威胁讹诈能把全世界都唬住，没想到遇到了中国这块硬钢板，极限施压不成，回弹力反而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，也沉不住气了。14号，美国财长谈对华关税表示，希望与北京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。他认为这些是不可持续的，没有人希望这关税保持下去。美国媒体披露，关于下一步关税豁免，特朗普说更多是凭直觉，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。当然，特朗普也有懵的时候，就是中国的应对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计。在早之前，特朗普就公开说，中国也想达成一个协定，可是至今没能等来北京的电话。中国就是不理他，后续政策怎么出，与其说是回避，不如说是回天无力。美债遭20多年来最惨抛售，国际投资者正在从美国撤资，美国进口订单开始断崖式暴跌，美国海运贸易面临骤然中断的风险，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正在被他国替代。美国对华牛肉出口停滞之际，澳大利亚火速补位，对华出口激增，南非将取代美国葡萄酒的在华份额，而巴西呢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。这些国家估计都得感谢特朗普拱手送来的大单和绝佳的历史机遇。而美国大豆农户呢崩溃了，因为中国仍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出口地，去年美国出口大豆中有52%都是销往中国。因为美国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，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创造的国际秩序。每一次变卦都在透支信用，而每一轮施压反而成为多边觉醒的催化剂。欧盟酝酿贸易大炮，瞄准美国服务业。日本首相表示，在即将与美国举行的关税谈判中，不打算以妥协来换取尽快达成协议。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5月将带领大型代表团前往北京，加强两国企业的对话合作。而中国和越南呢，刚刚一口气签下了45项协议。当越来越多的国家看清美国关税讹诈的本质，更多维护国际贸易多边体系和公平正义的力量在团结汇聚。历史也终会证明，孤蓬经不起惊涛骇浪，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。